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哇，看到这么多拿着死神镰刀的灵体，没错，今天依旧使用是吸血鬼这个派系。那我们来开始介绍一下吧。首先呢，刚刚看到是这边总共出了4队的这个死神镰刀。那它的重点是，第一个是它有着卓越的输出，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，破甲45，它是100%破甲，这个就已经坦白讲，这算蛮夸张的。然后第二呢，它是灵体单位有着这边加55%的物理抗性，所以你普通的士兵要跟他打会非常的吃力哦。那这边呢，前面老样子一字排开的僵尸，中间带了一对精英版本的，就是非常肉的肉盾。那中间这一排呢是骷髅战士，就是钱的关系啊，没有拿捏得很好，所以多了这2队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次出的是亡灵大法师，因为这次灵体单位出了很多啊，所以出了亡灵大法师。那最主要用的魔法就是像这个补血，然后还有这个强风法术，以及这个我很喜欢用的召唤僵尸，因为僵尸召唤出来真的很有用啊。那我这一次带的是不劫磁石，因为不劫磁石呢，它可以补血，然后还有范围提升士气加4点，这个蛮好用的。然后像这个近战攻防加5，我觉得也不错啊，算加减啊。不过主要还是要这个可以补血，我不想再出一台车子了，蛮危险的。好，那这边就旁边2队恐狼就老样子啊，如果有空档抓到时机就先咬过去啊，能抓炮兵就抓炮兵，不能话抓弓箭手也可以。但是千万不要去抓对方的前排啊，像是肉盾或者是双刀单位。恐狼没那么恐怖，可以把前方的那种主力输出给咬烂。那这边呢还有2队恐狼一共出了4队。那这边出了3队的幽灵骑兵。那幽灵骑兵呢也是一样，破甲42点100%的破甲。然后它也是灵体单位，所以物理抗性也是加55%，非常的恐怖。这个是，然后这边它还有比较特别，是它有冻伤能力，然后魔法攻击，然后带火焰攻击，都非常的恐怖啊！基本上被它打到的话，很容易就被瓦解。如果是被袭的话，会很容易被打烂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，这一次的对手是高精灵。那这个是我曾经有碰到的阵型类似的，这边就是长毛兵，这边出了3队，然后这边中间1队游侠，长毛兵我记得还有出队，我总共是出了5队长毛兵，然后有1队是精英版本的，精英版本的没有看到在哪边，对，没看到。那没关系，然后我们还有出的是这个洛森海军护卫。那洛森海军护卫也是出了5队，然后加上普通弓箭手也是出了5队，总共出了10队的远程兵。这个搭配曾经遇过，非常的讨厌。然后还有1队鹰爪弩炮，这个是让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讲话的本钱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边领主是选的是爱丽丝，那主要就是要这一个能力，它有一个被动可以遮天蔽日，填装技能加20，那就是让我方的弓箭手那些填装速度可以提升。然后法师是选择这个高等法师，那一样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技能就是这个荣耀之手，也是填装技能加40，不过呢是只能在一个队伍上面啊，
所以就是看准时机释放。然后神话就是加减补血啦，反正你都在高等系了，那这个就加减打一下吧。好，那这边高精灵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来开始进入战斗吧。那一刚开始呢，对方有炮兵，所以可以讲话，但是弓箭手射程，其实坦白讲，高精灵的射程180其实算蛮远的，坦白讲。然后反而像是这个海军护卫这个165，其实算是比较正常一点。因为以前一开始我第一次接触的是高精灵，我是从高精灵开始玩的。所以觉得180应该算很正常射程，就不对。以弓箭手来讲，180算远的。我一直误会了，一直觉得180算以弓箭手来讲算是比较中间的参数，结果不对，它已经算是蛮远的。以弓箭手标准来讲算远的。好，刚开始呢就是要尽可能去包夹对方，你要尽可能去绕开对方的射程。然后想尽办法要去做切入，这是刚开始吸血鬼要做的事情。你要想尽办法让骑兵在对方的射程范围以外，然后你要尽可能的去让对方去移动。如果假设对方不动的话，你就想办法抓时间，第一时间先冲他的。那如果对方会变换阵型，你要随时随地去注意对方的攻击范围。那我这边是想说抓个空档，看能不能去切看，因为恐狼的速度算蛮快的，所以我这边还在包夹。其实我一直在等我方的前线到来啦，但是僵尸走路很慢。好，这边又拉开了，因为我发现对方的长毛兵已经在往前贴了。恐狼绝对不能去贴东西啊，尤其像贴长毛兵，那你是白送的哦。好，我这边抓到一个空档，对方在变换阵型的时候，这边一个空档直接冲过去抓，好拉过来想抓，但是这个冲的没很好，啊，这波恐狼送掉了。这只至少有咬到东西，有咬到弓箭手就算好事情。那后面还有2队恐狼在后面等待时机，随时做切入。好，这边的长毛兵精英版本靠过来，我们就要先跑了，不要理他。长毛兵你骑马的去打他，绝对不是件好事啊。好，这边抓到一个空档，两队恐狼直接冲上来哦，抓对方弓箭手。啊，正面呢其实也差不多要接战的，那个库尔士兵下来了，僵尸其实也下来了。那我们这边重点输出就是这4队灵体单位啦，直接冲上来砍对方的弓箭手。对方弓箭手有10队啊，所以冲上来赶快，能砍1队是1队。好，这2队的狗很不幸的被撞到了哦，被长毛兵盯住了，那就很麻烦的。被长毛兵咬到的话，就基本上那队就是没了哦，而且1队损失2队，这很惨哦。好，我们这边的幽灵骑士在抓对方的洛森海军护卫，其实抓这个很吃力啊，但是还是要打。那分了1队过去抓对方的弓箭手，弓箭手是非常好欺负的单位。好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强风法术，我们放慢速度。好，这个僵尸2队没了哦，哇，基本上这个强风吹得不好啊。吹掉对方1队的洛森海军护卫，1队长毛兵，2队长毛兵，但是我换了2队僵尸，1队库尔战士，然后这队是库尔战士，虽然说也受到一定的伤害，但是也还好好的。我等于说用3队跟对方换了3队啦，看起来是很赚啊，可是我是觉得有点这个强风法术我放太照进了，我坦白讲，我觉得有点放得太急了，应该再调整一下。应该可以少损失这一队，这一队应该可以留下来。那时候放的时候太着急了，没有抓得很好。虽然说是3队换3队，我方是赚，但是对方弓箭手非常多的状况下，其实这样子打下来，我觉得不见得是好事。好，我们持续再去黏对方其他东西哦。哇，现在是全世界都在燃烧。那恐狼基本上已经送光了哦，那4队恐狼只要黏到长毛兵，基本上就没了。那我们这边的死神镰刀在旁边看戏啊，目前没有找到什么目标可以攻击的，没有，应该也是操作不过来了，因为这边骑兵在拉扯。
因为这边不小心去粘到了对方的长矛兵，要赶快先拉走。这种骑兵单位绝对不要去粘长矛兵，还是精英版本的，这个粘下去自己会很痛苦。然后等一下要撤走，对方长矛兵在逼近了。啊，操纵骑兵就是要知道，长戟兵跟长矛兵是不能粘的啊，你粘的那个基本上会有去无回啊。好，我们这边死神镰刀下来砍对方长矛兵啊，这个死神镰刀砍他就比较轻松又惬意啦。然后对方的弓箭手非常多，3队在偷射，我这个亡灵大法师真的撑不住，太多人在偷射了。那这边有一队恐狼冲过去咬，最后幸存的一队啊，一口气咬2队，但是恐狼其实应该也撑不住啊，因为他已经在烧血了，那个等一下就会消失。这个就是第2阶段，第1阶段我这边放慢速讲一下，它有一点像是蜀人的概念。蜀人的话，你第1波冲锋过后，蜀人很多士气会崩溃，但是会有回线。那现在他们弓箭手就是现在属于第2波攻势，就是在回线状态。因为我方的骑兵队伍不够多，不太能去追太多败逃，所以会变成我们正中心还在决战，然后更外面有一大圈的会来做包夹。这时候第2波决战其实是最辛苦的，因为我们不死族是没有第2波的意思哦。不死族你要么就是在战场上面，要不然你就是士气没了烧死，你没有第2波的机会。这个是不死族算是有点可惜的地方啊。你是没有第2波交战没有第2波交战的可能性。你看现在有一些在回线的哦，有一些回线的，你不要小看他们，感觉上好像没多少模组哦。他只要回线单位一多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林林总总消耗起来，在残局也是很恐怖的哦。好，这一队刚刚那队恐狼没了哦，那我们现在这边3队又可以在不断的射击，然后这队是血量都非常健康的海军护卫。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可怕的地方了，就是第2波攻势。那蜀人的话，甚至可能还有到第3波。这个是如果遇到蜀人的话，就是那种感觉很可怕。好，我们这边法师不小心，刚刚是放什么东西，刚爆炸了一下，我没有仔细看。好，现在要跑走了。那我们这边的主力输出单位都保留着哦，这3队的死神镰刀都还非常健康。那这边骷髅战士就送给他没关系。那亡灵法师呢，刚刚拉开的时候就已经蒸发掉了，没有办法。那我们这边现在仅剩的战力就是要尽可能贴过来。那骷髅战士这边就没办法，士气没了就给他送了。我们只要还有这种主力输出还在，我们就还有翻盘的可能性。那这边呢，在粘对方的这个洛森海军护卫，这个打上去我方会赢啊，这个打得赢啊。而且对方现在血量不是很健康，现在几乎都在包夹对方的领主，然后那些骑兵单位呢，在外面去做一些败逃东西，要尽可能把这半边的赶走，不可以让他回来。好，对方的领主也撤退了，只要领主一撤退，那对方的士气就很容易下降哦。好，对方法师直接穿进来啊！你穿进来你就倒霉喽，而且你是法师，基本上是没可能性的哦。好，对方也举了白旗，那基本上这一局就结束了。好，砍完了。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哦，主要的话就是没有错，就是后面这些灵体单位。这些幽灵单位都是我方主要输出啦，然后还有亡灵大法师那个强风法术放的算很漂亮啊，烧掉了对方3队长矛兵，然后我方也是烧掉了一队骷髅战士，然后2队僵尸，然后还有1队骷髅战士也是受到一点伤害。那一个法术放的还算可以。不过对方弓箭有很多，就比较吃力。不过后面有在
有用这些骑兵单位把战场一边的赶走，不要让他们回来。不过孔狼很可惜没有保留下来啊，孔狼有几队撞到对方的长矛兵，撞到后拉不开就回不来了。这个是孔狼很可惜的地方。孔狼只要撞错东西，你差不多就没救了。如果你是咬到弓箭手，其实都还有回天法术的机会，甚至你可以把弓箭手搞不好可以咬赢他，或者是咬鹰爪弩炮。如果是咬炮兵的话，咬这一队绝对是稳的可以咬掉。那你咬到海军护卫，那就差不多没戏了。那主要就是重点有打到，然后法术有放到。虽然说这边很多单位都很怕弓箭手啦，但是加减可以打，还是打得下来，只是打起来很吃力，尤其是刚开始前面操作的时候，你要操作3队的骑兵，然后4队恐狼，然后还有这边的前排大部队。是蛮吃力的，然后你前排部队你要分前面肉盾的，肉盾是比较不用太多操作，但是你的输出兵种一定都要操作，这个操作起来其实很辛苦。老实讲，我那时候操作的时候其实蛮累的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所有的内容啊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包括点赞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